快去禀报老爷，大少爷疯了，竟在茅坑里找脏东西吃。瞧瞧，咱们大少爷好日子不过，真把粪水当补汤熬上了。小点声，别打扰到他。我的好哥哥哎，你就算再讨厌我，也不至于受这么大刺激吧？老爷，您快看看啊，大少爷这分明是在熬屎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李家的脸往哪儿搁？逆子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我在搞化学。化什么学？我看你是化粪。爹，我早就说大哥脑子不好使，您还不信？刚才我可是亲眼看大哥在茅房舔墙根呢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不许动！谁敢动少爷的宝贝，我跟他拼了！你们听我说，这东西能让咱李家发财。发财？你莫不是失心疯了？咱们李家可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商户，今天他敢在家里煮屎，明天他就敢去玄武大街上当众吃。到时候圣上怪罪下来，咱们可是要诛九族的呀！李凡，你既然如此执迷不悟，就别怪为父心狠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李万三的种。老爷开恩啊，少爷只是一时糊涂，都给我滚！还不快去拿笔墨，免得日后他饿死在街头，人家还说是我们李家刻薄。你可有话要说？签好了，不过我还有个条件。你还有脸提条件？这盆东西我拿走，你们谁也别抢。少爷，咱们真被赶出来了，身无分文，今晚睡哪儿啊？哭什么？有这桶宝贝，哥带你吃香喝辣。老板，来个西瓜，再借你2个海碗，1壶井水。50文，我现在没钱。没钱你消遣老子，滚滚滚！你借我这些东西，半个时辰后我给你5两银子。5两？就你这样，别说5两，5文你都拿不出来。如果半个时辰后我拿不出5两银子，他给你免费扛1年沙袋，如何？少爷，这小子倒是行，就信你一回。你要是敢跑，我报官抓你。少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闲杂人等退避，让道！公主，快传太医！公主晕倒了！太医在宫里，这来回最快也要半个时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公主体热，必须用兵降温。这大夏天的，哪里去找兵？简直是天助我也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有兵！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有办法立刻掷出兵来，救车里那位贵人的命。你两手空空，哪里来的兵？敢冲撞皇家车驾，按律当斩！时间不等人，中暑引起的重度昏迷，如果不迅速物理降温，神仙难救。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要如何治兵？给我1炷香的时间。好，如果1炷香内你拿不出兵，我立刻砍了你的脑袋。水。这就完了？你在戏耍本官！这人是谁呀？装神弄鬼的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冰，真的是冰，这怎么可能？点水成冰，难不成是仙术？少爷，你真点水成冰了？这叫消食溶于水的吸热反应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你们家小姐用啊！再晚真要出人命了。醒了，公主醒了，热度退下去了。外面的动静，本宫听到了。
是你点水成冰，救了本宫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赏，这是20两黄金，赏你的。不够。公主赏赐是你的造化，你竟敢嫌少！贵人的命难道只值200两？我这碗还魂西瓜冰不仅用了我的独门秘方，更耗费了我极大的内力，一口价2000两白银。小子疯了，2000两！好个狂妄之徒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……赵睿，住口！本宫的命自然不值2000两，给他。有种，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。不劳君爷操心。对了，看在你们是豪客的份上，这木桶里剩下的制冰粉送你们了。铁锤，咱们走。去查查此人是谁。你掐我一下，大少爷刚才是不是用茅房的尿钱换了2000两银票？好像是。快回去禀报老爷！爹，您消消气，那个废物走了，咱们家以后就清静了。就是，没了他，咱们家的生意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大少爷他用煮的那桶屎变出了冰块儿。什么？而且他还把那冰块卖给了一个大官，足足卖了2000两银子。2000两，千真万确啊！二少爷，全街的人都看见了，点水成冰啊！快备车，去把那个逆子给我找回来！那是我们李家的秘方，绝不能流落在外。对，腾儿，快去把你大哥请回来！大哥啊，大哥，没想到你还藏了这一手。少爷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只是个开始。大哥，雅兴啊，拿着我们家的东西到处骗钱，然后大吃大喝。爹发话了，只要你乖乖交出那个制冰秘方，李家勉强给你留道缝。出门没吃药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爹说了，那是李家的秘方。你生是李家人，死是李家鬼！来人，把大少爷给我绑回去！慢着，白纸黑字，大钱律例盖过官府大印的断亲书。从今往后，我叫李凡，但跟你们李家没有半文钱关系。大钱律例，爹的话就是律例。我跟王掌柜熟得很，今天打断你的腿，也没人敢放半个屁。是吗？王掌柜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把这个……王掌柜，这几条狂吠的狗吵到我吃饭了，把它们扔出去。这钱是赏给兄弟们的茶水钱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李公子的话吗？把这几个不开眼的给我扔下去！王掌柜，你疯了！我可是李家的二少爷，你敢动我？李凡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！卡我脖子？好啊，我正愁没理由呢。哎呦！谁敢暗算本大侠？少爷，咱发财了！我昨晚做梦，梦见我娶了春香楼的翠花，还顿顿吃肉包子。出息！2000两就让你找不到北了。在我的计划里，这点钱连个启动资金都勉强。2000两还不够？少爷，您难道想把整个京城买下来？买京城干什么？我要的是进入京城的高端消费市场。起来洗把脸，咱们今天有硬仗要打。等会儿去趟西市。少爷，咱们去买水果和糖，是不是又要搞昨天那个还魂西瓜冰？那玩意儿可太赚了。错，昨天那是救命的特供版，卖的是情绪价值和信息差。今天我们要把制冰做成一门艺术。王掌柜，把你们店里最新鲜的水蜜桃、葡萄，还有南边运来的荔枝，全都给我包起来。哟，这不是李家刚被扫地出门的大少爷吗？你属狗的，鼻子这么灵。放肆！
怎么跟本少爷说话的？听说你昨天骗了皇家侍卫2000两。行啊，李凡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家少爷那是真本事，点水成冰，全街人都看见了。我呸！什么点水成冰，肯定是在装神弄鬼。李凡，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，在京城这地界，离了李家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你可记清楚了。大少爷，您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小店的鲜果已经全被二少爷包圆了。包圆了？不仅是王记果行，这西市12家果行，8家糖铺，从今天起，连一片烂菜叶子都不会卖给你。买卖自由，你们凭什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李家有钱。李芬，你不是想做冰镇果子卖吗？我看你没有糖，没有水果，怎么做出甜味来？难不成你真打算在大街上卖你那尿骚味的冰块？少爷，怎么办？没有水果和糖，咱们的冰卖给谁啊？总不能让人干啃冰块吧？李凡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把你那糊弄人的造冰秘方交出来，我或许可以考虑赏你2个烂桃子。我以前觉得你只是蠢，现在发现你蠢得无可救药。你真以为垄断了原材料就能卡我的脖子？死鸭子嘴硬，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！本少爷也在玄武大街盘了摊位，走着瞧。完了，少爷，他们要把咱往死里逼啊！慌什么？他想封锁水果和白糖，正合我意。我还嫌那些玩意儿太低端，拉低了我的产品定位呢。少爷，不加糖不加果子，那冰没味道啊！谁说冰就一定要吃进去的？走，去城东的花鸟市场，再找全城最好的木匠和铁匠。去花鸟市场干嘛？卖鹦鹉给少爷解闷吗？去买花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公子，您这画的是个啥呀？这方不方，圆不圆的？老朽干了30年木匠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形状的模子呀。这叫几何图，我要拼接式的，里面要光滑如镜，不能有一丝毛刺，外加可以密封，上面只留一个小孔。能倒是能做，就是费功夫，还得用最细的砂纸一点点打磨。加钱，2个时辰内我要看到10套样品，做好了以后我的长期订单全给你。公子您起好吧，老祖拼了这条老命也给您赶出来。少爷，花买回来了，模具也拿回来了，咱们到底要做啥？做艺术品。铁锤，把昨天买的那口大铁锅架起来，烧水，记住，必须是大火，水烧开后保持沸腾半炷香的时间，然后再自然放凉。少爷，做冰不用井水，用烧开的水，那不是越烧越热吗？这叫脱气。普通的井水和河水里溶解了大量的空气，如果直接冷冻，水里的气地会形成无数的小气泡，冻出来的冰就会发白浑浊，就像李腾买的那些劣质冰一样。而把水煮沸，就可以把里面的空气全部赶出去。用这种凉白开去结冰，就能得到一块透明度极高的冰。少爷懂得真多，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少爷，为什么不用方形模具，非要搞这么复杂？古代的冰只是用来降温的工具，而我今晚做出来的是能让那些达官贵人自愿掏空腰包的盲盒。李氏冰果只要10文钱一碗。给我来吧！李凡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哟，大少爷终于敢出来了！你的冰呢？不会是连一碗水都端不出来了吧？这不是昨天那个卖了2000两的李大少吗？今天怎么摊子上什么都没有？李腾，你那些伴着泥沙、气泡和汗水的浊冰，也好意思拿出来卖？
猪澡里的水都比你的冰干净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冰可是花了重金从城外冰窖拉来的。里面全是白色的气泡和杂质，边缘还有黄泥。这种跌裂的玩意儿，只有不讲究的粗人才会吃。你放屁！冰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有本事拿出比这更好的来！好啊，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铁锤，接红绸。好嘞，少爷。这么纯！这分明是传家宝啊！让开！小侯爷驾到！我的老天爷！这位公子，此乃何物？竟能将夏日之花封存于寒冰之中，且冰体通透如无物。小侯爷好眼光，此乃在下独创的冰封琉璃花，专供懂他的雅士赏玩。小侯爷，您别被骗了，这是障眼法。吃我这冰镇果子，10文钱一大碗，解暑的很。滚开！拿这种猪食来恶心本侯爷，你也配！这3件神物，本侯爷全要了，开个价吧。小侯爷，冰是会化的，你买回去一炷香就变成一滩水了。无知蠢货，我的冰采用了高密度除气工艺，融化速度比你那烂冰慢5倍以上，配合特制的保温木盒，足以维持一整天的形态。好一个高密度除气，公子真乃神人也！快开价！100两，1000两，我立刻派人去取。1万两，且盲盒发售。1万两！李凡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1万两，你去抢国库啊！太值了！这等夺天地造化之物，若卖便宜了，反而是对他的侮辱。不过这盲盒发售是何意？所谓盲盒，就是这3件展品，非卖品。您只能花1万两，随机购买我盒子里未开封的款式，拆开是什么花、什么形状，全凭运气。好一个全凭运气！本侯爷今天就玩一把大的。本侯爷出门没带那么多现银，这块和田暖玉价值至少3万两，抵押给你，给我开一个。1品啊，竟然是封存了活物的琉璃冰！哈哈哈哈！今晚本侯爷定要让那些土包子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雅致！疯了！1万两买一块冰，你懂什么？是身份的象征！快去通知老爷！李腾啊，李腾，以为商战就是买断几个桃子，卖几碗糖水？真正的手段是创造规则，定义价值。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在我面前，连当炮灰的资格都不够。你不是他，你是谁？回去告诉李万三，李家的倒闭倒计时从今天正式开始。3万两！你确定你没看错？就那么一块活冰，小侯爷给了一块和田暖玉。爹，千真万确呀！那玉佩绿的都流油，小侯爷眼睛都不眨就拍桌上了。而且李凡那小子说那叫什么盲盒，一共3个，一个就卖1万两。老爷，您消消气，大少爷如今可是翅膀硬了，签了断亲书，连您这个亲爹都不认了。这3万两可是白白落进外人的口袋了呀。断亲书，他身上的血脉皆是我所赐，即刻带人把那个忤逆之子给我带回来。若不肯交出秘方，必予严惩。爹，没用啊！醉仙楼的王掌柜被他收买了，护院好几10个，我就是被他们打出来的。而且小侯爷现在把他当神仙一样供着，咱们明着抢，肯定要吃亏啊！
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这只会下金蛋的鸡飞了？老爷，明抢不行，咱们可以暗取啊。暗取？他在醉仙楼只包了客房，制冰这种大动静，肯定是在城郊那个破院子里搞的。咱们今晚派几个身手好的护院，悄悄潜进去，只要把那能变出冰的神粉偷回来，再弄清是怎么做的，这3万两的买卖不就是咱们李家的了吗？娘说的对，我昨天看的真切，他就是用一种白色的粉末往水里一倒，就变成冰了。只要咱们拿到那粉末，谁还稀罕他李凡？好，腾儿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，今晚必须把秘方给我拿回来。爹您放心，儿子保证完成任务。少爷，咱们真要搬走啊？这院子刚租了没2天呢。不搬留在这儿过年吗？咱们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，身揣3万两巨款，还住这种破院子。可是少爷，咱们的东西还没收拾完呢，那边还有1大缸您昨天熬出来的秽物粉呢，那可是咱们制冰的宝贝，不带走吗？带走干什么？那是留给有缘人的。有缘人？少爷，您要是把这宝贝丢了，咱们以后拿什么制冰啊？你真以为那缸里装的是宝贝？那是工业废物。工业废料？啥意思啊？从茅厕墙根刮下来的尿碱，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。我昨天停顺的时候分了2次，今天带走的那些是经过反复重捏精的高纯度硝酸钾，那才是制冰用的。那缸里的呢？缸里的是初次过滤留下的粗硝，里面混合了大量的硝酸钠、硫发盐以及各种重金属和有毒物质，特别是硫发盐。硫酸铵怎么了？这玩意儿叫泻药之王，不仅极苦，而且只要吃下去一点点，就能让人体会到真正的一泻千里。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？不致命，但绝对能让人颜面扫电，生不如死。李家的人要是聪明，就该知道适可而止。但如果他们贪心不足，非要来偷我的秘方，行了，别废话了，马车装好就走。今晚咱就去新大宅睡。好嘞，少爷。这。二少爷，门没锁，别废话，进去搜。二少爷，里面没人，好像搬空了。什么？搬空了？该死的李坟，跑得倒挺快。二少爷，您快看那儿，有口大缸。天助我也！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二少爷，这纸条上写着严禁偷盗，会不会有诈呀？就你个大头鬼！这叫此地无银300令。李凡那废物肯定是跑得太急，没来得及把这缸宝贝带走，又怕别人偷，才故意写个纸条吓唬人。真当本少爷是吓他的？快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把这缸宝贝给我抬回去！腾儿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，有了这一缸神物，咱们李家称霸京城商界指日可待。老爷，我就说吧，那小畜生斗不过咱们。这秘方还不是乖乖回到了李家？爹，赶紧治病吧！今天我就想去打他的脸。不急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咱们李家刚出了逆子被赶出家门的丑闻，外面风言风语不少。今天我要办一场大钱第一兵宴。兵宴？没错，去给京城有头有脸的商户全发请帖，特别是皇商赵老板。赵老板掌管着皇家的兵教，一直对咱们李家的布庄生意有所打压。今天我要当着他的面展示咱们李家的制兵神技。
老爷高见。李老板，你这大天儿的火急火燎的把我们叫来，说是有什么消暑神物，我可先说好，你要是拿那些劣质的井水兵来糊弄我，我可是要翻脸的。赵老板说笑了，今天我李某人拿出来的，绝对是您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仙家法术。哼，哦，仙家法术，口气倒不小。听说大少爷卖冰赚了1万两，肯定是这李老板抢了秘方呗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腾儿上冰。诸位看好了，这是何物？怎么有股子茅厕的味道？这乃是地母灵精，味道虽冲，但着实大补。各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结冰了，点水成冰，厉家这是要上天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赵老板，我李某人没骗你吧？这地母灵冰不仅能消暑，还能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呢。诸位请品鉴，舒坦。好冰，这粉末我高价全包了。李老板，我也要入股。赵老板，您怎么了？冻着胃了？不对劲儿，我的肚子。茅厕在后院，快去！赵老板拉裤兜子了！滚开！我先来的。不行啊，赵老板，我已经控制不住了，一泻千里啊！你大爷的！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不好了！夫人吃了2碗冰，现在在后堂拉得直翻白眼。真是壮观啊！少爷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这仙药的威力也太猛了吧！机操物六，你是何人？我是李万三的逆子李凡。赵老板，我家的地母灵精味道如何？李万三，你竟然在冰里下毒谋害老子！老子跟你没完！没有啊，赵老板，冤枉啊！我们自己也吃了呀！李万三，你确实没下毒，你只是蠢。那缸粉末叫粗硝，它是用来放在制冰的夹层里吸热的，绝对不能食用，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，也就是强效泻药。什么？哼，废话，谁家好人吃茅厕墙根刮下来的粉末？你们不仅吃了，还大张旗鼓的请全京城的商户一起吃屎，这份慷慨，我李凡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你算计我？算计你？是你们自己贪得无厌，连点常识都不懂，就敢偷我的废料去卖弄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李万三，老子要你的命！明天我就上奏户部，查封你们李家所有的产业，我要让你们李家在京城彻底消失。我与李家不共戴天。铁锤，走，这地方太臭了，
哎呦，轻点，想按死本老爷吗？老爷，您受苦了。大夫说您这是寒气入体，加上腹泻导致的气血两亏，得好好调养。调养个屁！老子堂堂皇家冰窖的掌盘人，竟然被李万三还有他那个被赶出家门的臭小子给算计了，老子的脸都丢到姥姥家去了！老爷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李家现在已经彻底成了京城的笑柄。李万三今天早上刚醒，就被顺天府的人叫去问话了，好几个商户联名告他投毒呢。活该！那个老匹夫死不足惜。那李凡呢？那个弄出毒兵的臭小子怎么样了？老爷，那李坟他发大财了。什么？说清楚！他昨天在玄武大街摆了个盲盒摊子，卖什么冰封琉璃花。安国公府的小侯爷用一块价值3万两的和田玉换了他一块冰。今天一早，各路达官贵人还有那些豪门公子哥把他的摊子都围得水泄不通了。现在黑市上，他的一块盲盒冰已经被炒到了5000两白银。真是反了！他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废物，真以为懂点左道旁门就能在京城商界立足了？老爷，那咱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派几个打手去把他的摊子砸了？蠢货！他现在攀上了安国公府的小侯爷，暗地里砸摊子。你当顺天府的官差是瞎的吗？在京城做生意，光有钱没用，得有权。他不是会变兵吗？大热天的凭空造兵，这不是妖术是什么？老爷的意思是拿我的名帖去请顺天府的魏知县，大钱律例，凡修炼妖术蛊惑人心者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斩首。我要让李凡知道，皇上之所以是皇上，是因为我的背后是官府。李公子，我出8000两，求你直接卖我个带牡丹花的吧！我家老祖宗明天大寿，我就指着这个纪孝心呢。抱歉了，王公子，我这儿的盲盒主打一个缘分，能不能开出牡丹，得看你家老祖宗有没有这个福气了。下一个，先交银票后抽签，概不退换啊！顺天府办案，闲杂人等统统闪开！赵老板，怎么昨天在我家吃地亩吃的还不够爽，今天又来照顾我生意了？不过我今天这儿可不卖泻药了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来人，把这个用妖术祸乱京城的妖孽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家少爷卖的是正经冰块，哪里来的妖术？正经冰块，这大伏天的烈日当头，他一个穷光蛋竟然能凭空变出这种冰，这不是妖术是什么？诸位，大前朝建国100年，何曾见过这种怪事？此人分明是用了折损阳寿的妖法，你们买了他的冰，小心把霉运带回家呀！你胡说！我家少爷用的是科学。什么狗屁科学？带走！慢着，赵老板，你既然说我是妖术，那咱们就去顺天府大堂上掰扯掰扯。不过，我这摊子上的东西可是价值连城，你们要是磕了碰了，待会儿可是要按原价赔偿的。大言不惭，到了公堂上大情伺候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少爷，不能去啊！自古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进了那地方，不死也要脱层皮呀！慌什么？带路吧。正愁今天的盲盒热度不够，赵老板就主动送上门来，帮我搞一次官方级别的营销，真是个大好人啊！这该死的御赐玄墨！大人，人带到了。堂下何人？为何不跪？回大人，草民李凡，一无功名，二无官职。不过大前律例第3卷第7条规定，凡有重大发明创造且能造福社稷者，见官可免贵。草民这治兵之术能解万民酷暑，难道不配站着说话吗？
一派胡言！什么造福社稷？他明明就是使用了见不得人的妖术，凭空造兵。请大人明察，立刻动用大刑，逼他交出解除妖术的解药。赵老板，你这智商到底是怎么当上皇商的？本官问你，赵老板指控你使用妖术点水成冰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草民不认。草民所用之法并非妖术，而是格物致知的治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利用不同物质混合时产生的吸热反应。什么吸热反噬？听都没听过。大人您别听他狡辩，他就是个妖孽。李凡，你这词汇确实新奇，但大夏天水结成冰，违背天地常理。你若不能证明这不是妖术，本官也只能大刑伺候了。唉，既然大人和赵老板非说我是妖术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那好，我今天就在这公堂之上再施展一次妖术。你敢在公堂之上施展妖法？大人，他自己承认了，快抓他！闭嘴！你要施展什么？大人，草民看您眉头紧锁，袖口边缘有墨迹渗出，想必大人是沾染了某种极难清洗的顽固墨汁，正在为如何洗净双手而发愁吧？本官确实不小心打翻了墨纸。怎么，你这妖术还能洗墨？大人，草民纠正一下，这叫化学。如果草民能在一炷香之内不伤大人分毫，将大人手上的顽固墨汁洗得干干净净，白皙如初，是否就能证明草民掌握的乃是天地间的物理大道，而非伤天害理的妖术？本官就给你这个机会，你要什么？本官立刻让人去准备。大人，使不得啊！这小子诡计多端，万一他趁机下毒……赵老板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本官打你个20大板！哼！多谢大人，请大人派人去后蜀取1斤干净的猪板油，再去柴房取1破及烧透的草木灰，最后再去茅房旁边扒了点绳石灰过来，再给我准备1口铁锅、1个小火炉。猪油、草木灰，还有生石灰。李凡，你这是要给大人炒一道生石灰爆炒猪油灰吗？完了，少爷昨天熬屎，今天又要煮猪油和灰，少爷这癖好越来越重口味了。李凡，你要这些烟杂之物作甚？哼！大人，奇迹往往就诞生在这些看似烟渣的事物之中。若是洗不掉大人的手，草民立刻向上人头奉上。好，来人，按他说的准备。我要开始了。第一步，智取强减。这绝对是妖法，水怎么自己沸腾了？没文化，这叫氧化钙与水反应，生成氢氧化钙，放出大量热，然后氢氧化钙再和草木灰里的碳酸钾反应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桶高纯度的氢氧化钾溶液，也就是强碱。第二步，皂化反应。猪油的主要成分是高级地防酸甘油酯，在碱性条件下加热，就会发生水解反应，也就是所谓的皂化反应。好了，大人，幸不辱命，此物我称之为肥皂，专治各种不服，不对，专治各种顽固污渍。就这玩意儿，能洗掉御赐玄墨？本官可是连皂角都用尽了。大人，我这肥皂可是化学打击。大人，请把手放进水里。咦，这泡沫怎如此丰富滑腻？快换水！洗掉了！神了！用猪油和灰竟然能造出洗尽天下污垢的神物，这李大少爷分明是鲁班在世，神仙下凡啊！好一个格物致知，好一个化学反应！李凡，你此物堪称造福天下之神器，本官要亲自上奏朝廷，为你表功。大人过誉了，雕虫小技而已。大胆赵富贵，你身为皇商却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
竟然捏造罪名，诬陷李公子这等不识奇才，使用妖术，意图谋财害命，你可知罪？大人冤枉啊！草民也是一时糊涂，被李家蒙蔽了。住口！来人，将这刁商拖下去，重打30大板，加号示众3日，以儆效尤。饶命啊，大人啊！打得好！大人，子，本官有个不情之请，你刚才做出的这肥皂，不知还有没有多余的？本官愿出高价购买。大人客气了，这只是粗蘸版，等我回去改良配方，加入香料和精油，做成香皂，第一个给大人送府上去。哎呀呀，那感情好，那感情好。李公子以后在京城做生意，若有什么不长眼的敢找麻烦，尽管来报本官的名号。多谢大人。少爷，你太牛了！猪油和灰都能变成宝贝，咱们这下发财了！铁锤，格局打开。冰块这门生意虽然暴利，但受季节限制，冬天就卖不动了，属于短期快钱啊。那咱们冬天吃什么？吃肉。看到这玩意儿了吗？不管春夏秋冬，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，谁都需要洗澡洗衣服，这才是真正的消耗品，这才是真正的流水线暴利。少爷，咱们这在街上转悠一上午了，连口水都没喝上，这已经是咱们问的第18家商铺了。这铺子带后院，做旗舰店正好，走进去问问。哎呦喂，我的活祖宗哎！不租不卖，小店概不外道。掌柜的，我还没开口呢，你这铺子我出双倍市价，500两租1年，如何？李公子，您就别为难小人了，别说双倍，您就是出10倍，这京城上下12条大街，72条小巷，也没有哪怕一个老鼠洞敢租给您啊！哦，有钱都不赚，这大前朝的商人都改行做慈善了。不是小人不赚，是小人不敢啊！你还天一早吧，京城商会就下了通知，任何商户，不管是卖布的、卖米的，还是开棺材铺的，谁要是敢把地皮租给您李牵头，就会被商会彻底断绝货源，逐出京城。这京城是皇上的，又不是他商会的，谁下的令？除了赵老板，还能有谁？李凡，你没想到吧？在衙门里，你有魏知县撑腰，本老爷动不了你；但在这京城的商界，老子才是天。赵老板，这大热天的30大板这么快就结痂了，看来魏知县还是打得轻了。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我怎么就死到临头了？哼，你那肥皂确实是好东西，本老爷承认，但那又怎样？没有店铺，你就没有地方售卖。没有商会的货源，你就买不到猪油，你空有技术，连个屁都做不出来。老子就是要活活困死你！哎，这李公子虽然有本事，但到底还是太年轻了。是啊，赵老板可是商会会长，得罪了他，在京城还怎么混？少爷，怎么办？他们不租给咱们铺子，咱们的香皂怎么卖啊？总不能天天去大街上摆地摊吧？赵老板，你的商业思维真的还停留在侏罗纪时代？你以为限制了地段就能限制我的销量？你以为商业的本质就是在这几条破街上开个门脸，等着客官上门？不然呢？做买卖不开铺子，你把东西卖给鬼啊？行，今天我就免费给你上一堂课，听好了，这叫终端为王。不需要铺子，我也能让全京城的人为了我的香皂踏破门槛。铁锤，咱们走。去哪儿啊，少爷？出城，去城东的10里荒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10里荒滩，那儿连个叫花子都不去。去那种地方开店，老子看你怎么死！李公子，您确定要买这片地？这片地可是大凶之地呀！不仅种不出庄稼，一到雨季还容易水淹。平时除了流民在那边搭个草棚子，根本没人要。您花1000两银子买它？少废话，1000两连地契带过户，我今天就要拿到手。这地方水路畅通，远离居民区，自带排污系统，
简直是完美的重工爷基地雏形。公子爽快，小人这就去顺天府给您办红契，这方圆10里的荒地以后全归您啦！少爷，赵老板不让咱们在城里开店，咱们也不能跑这荒郊野外来啊！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谁来买咱们的香皂啊？谁告诉你我要在这里开店了？这里不叫店铺，这里叫大前第一日化工厂。工厂？没错，赵老板封锁商会，那我就用城隍庙的流民。对，少爷，那些流民天天吃树皮，可惨了。去告诉他们，李氏工厂招工，包吃包住，每个月2两银子，只要能动弹的，全给我招来。2两银子，还包吃住？少爷，您疯了！雇个熟练的长工也才1两银子啊！而且那些流民什么都不会干，不需要他们会干什么，只要他们有手就行。你去附近的村子里，直接跟那些养猪的农户收猪油，价格比市价高2成。草木灰让他们自己烧，论斤称，绕开商会，直接从原地进货。资本的力量是恐怖的，尤其是这3万两银子的现金流，仅仅过了3天，就建起了几百个木棚。少爷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个叫劳动分工，也就是流水线作业。在传统的作坊里，一个学徒要花3年时间才能学会制造的全部流程，但在我的流水线上，一个大字不识的流民只需要花1分钟就能学会他那道工序，效率是传统作坊的100倍。100倍？没错，赵老板还想卡我？我这工厂一天能产1万块肥皂。可是少爷，光是白肥皂卖不上高价呀。问到点子上了。少爷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这叫蒸炉器，利用水蒸气将花瓣里的挥发性香气物质带出来，冷凝之后，上面飘着的那一层油就叫植物精油，下面的一层水叫纯露。在皂化反应的最后阶段，加入几滴玫瑰精油，再用天然的茜草汁调色，倒入特制的模具压模，这就不是用来洗衣服的粗肥皂了。好像这比春香楼头牌上的脂粉味还要香100倍，而且滑溜溜的，就像玉石一样。这叫青城玫瑰香皂，那是加入了茉莉精油的清雅茉莉香皂，还有加入了羊奶的润肤羊奶皂。绝了，少爷，这玩意儿要是拿去卖，那些达官贵人的家眷还不得疯抢啊？抢是肯定会抢的，但我不打算自己卖。那咱们造这么多干啥？铁锤，把我们包装最精有的10盒香皂拿出来。今晚你去一趟城里的教坊司，还有各大王侯将相的府邸后门，不用卖，直接送，就说是李大少爷免费送给各位夫人试用的。免费送？少爷，这盒子是用上好紫檀木做的，里面还垫着丝绸，成本都要5两银子一个，您白送。这叫种草营销，外加小样试用策略。女人的消费力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最恐怖的。只要她们那种洗完澡后浑身留香、肌肤丝滑的感觉，她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让子弹飞3天，3天，3天后，我要让赵老板的商会形同虚设。老爷，您这招釜底抽薪太高了！我派人盯了那李凡3天了，这小子招了一帮臭要饭的，成天在荒滩煮屎煮尿。他在城里连铺子都没租到，那破肥皂1块都没卖出去。本老爷就说嘛，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怎么回事？外面吵吵嚷嚷的，成何体统？老爷，不好了，城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本老爷顶着。不是天塌了，是全城的女眷都疯了。今天一早，满大街都是豪华马车，不仅是那些阔太太、大小姐，就连教坊司的花魁们全都坐着车出城了。出城去哪儿？是去城东的10里荒滩，去排队买李凡的香皂。什么？去荒滩买东西？他们疯了吗？老爷，您是没看见啊？听说那李凡3天前给几位贵妇和花魁送了试用品，那香皂洗完澡，浑身异香扑鼻，连香囊都省了。现在全京城的女人都传疯了，说不用李氏香皂洗澡的都不配叫名门闺秀。他没商铺怎么卖？谁去泥地买？老爷，他不需要商铺，满街都是这告示。
他竟然绕开了所有的店铺，直接从源头搞批发。快备车，扶我去看看！我不信他有那么多货。李公子，给我来500盒玫瑰香皂，我出10两银子一盒。别！这是安国公府小侯爷要的货，你们也敢抢？李公子，小侯爷说了，我们公国府包圆了，拿去做礼品送人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大家先排队。今天只放货1万盒，先交钱，后拿单子去后面仓库提货。赵老板，1万盒，竟然一天能造出1万盒！白好儿子，我是你爹呀，给我留1000盒，爹的副庄也想卖你的香皂啊！诸位，感谢大家捧场。不过，本厂长有2条规矩，今天必须立下。第一，本工厂的香皂可以批发给任何人去售卖，有钱大家赚。但是，凡是加入了赵老板那个京城商会的商铺，永远进入理事孔的黑名单，1颗也不卖。李公子，我明天就退会。对，退会，我们跟着李公子干。第二，李万三屡偷机密，从今日起，李家产业全入黑名单。逆子，你敢这么对我？跟我玩，你还嫩着些。完了，张峰刚才来报，咱们家最后2间布庄的掌柜也卷铺盖跑路了。外面的催债的已经把后门堵死了，再还不上钱，他们就要报官抓我们了。报应，这都是报应啊！早知如此，我何苦赶走长子啊！老爷，现在说这些丧气话有什么用？那个不孝子现在一天赚几万两银子，他吃香的喝辣的，凭什么让我们在家里等死？唉，那能怎么办？他手里有按了手印的断亲书，顺天府的魏知县现在把他当财神爷一样供着，我们连衙门的大门都进不去。衙门不管，咱们就找能管的地方。老爷，您糊涂啊！大前朝以孝治天下，断亲书又怎样？那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他就算当了天王老子，您也是他爹。娘，您的意思是？去请三叔公。三叔公是咱们李氏一族的族长，咱们把族里的长辈全请出来，再雇上几10个泼皮无赖，带上白布和哭丧的队伍，去他那破工厂门口闹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咱们就在全京城百姓面前告他忤逆不孝。他李凡要是敢不认爹，那就会被全天下戳脊梁骨，他的香皂名声也就彻底臭了。对呀，只要用孝道压住他，逼他当众认错，让他交出工厂80%的干股给他弟弟，咱们李家就能再次翻身。爹，这招高啊！我这就去请三叔公。少爷，您都在这炉子跟前守了3天了，这大热天的，你也不怕中暑啊？不守不行。香皂的生意虽然稳了，但冬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天一冷，大家洗澡洗衣服的频率就会大幅度下降，香皂的销量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。那咱们冬天卖啥？再卖冰？冬天卖冰？你傻呀！冬天最缺的是什么？是温度，是新鲜的绿色蔬菜。我要抢在入冬前把大前朝的第1块玻璃烧出来，有了玻璃富就能搞起来。到时候咱们在漫天大雪里卖绿叶菜，那才是真正的暴利。玻璃，那是啥玩意儿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这炉子里的东西成型，安国公府的小侯爷倾家荡产也会求着我卖给他。不好了，厂长，外面出事儿了！
外面来了好几百人，把咱们工厂的大门给堵死了。赵老板又派人来闹事了？不是赵老板，是您父亲。他们打着白帆，抬着棺材，说您大逆不道，忤逆生父，都在门口闹事呢。这帮吸血鬼！少爷，我带兄弟们拿棍子把他们轰走。别冲动，道德绑架有点意思。去把大门打开，把京城来看热闹的百姓都放进来。既然他们想这一套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凡儿啊，我的好儿子啊，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就不认你这个亲爹了呀？啊，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小拉扯大的吗？我李氏一族百年清誉，怎么出了这么个东西？今天他要是不出来磕头认错，老夫就一头撞死在这大门上。娘，这招真灵哎！那是自然，在这大前朝，一顶不孝的帽子扣下来，就算是当朝一品大员也得罢官还乡，更何况他一个小小商贾。哟，好大的阵仗，又是棺材又是白帆的。李老爷这是家里的布卖不出去了，改行做丧葬一条龙服务了？放肆！你这个不孝子孙！见你亲爹跪在地上，你还敢出言不逊？你信不信老夫立刻开祠堂，将你从李氏族谱上除名？除名？太好了，三叔公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开祠堂？你简直大逆不道！我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供他读书，现在他成了大老板，却要眼睁睁看着我流落街头啊！我的命好苦啊！李公子，快给你爹认个错吧，血浓于水啊！血浓于水。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断亲书。半个月前就在李府大门口，这位李老爷为了巴结他的新夫人，为了让他那废物小儿子继承家产，亲手逼着我签下的。你胡说！那是你爹当时在气头上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就欠他一条命。你现在有钱了，把工厂分给你弟弟一半，那是…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铁锤，把咱们的账本拿出来。好嘞，少爷。你们不是跟我讲养育之恩吗？好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讲道理。咱们今天就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，好好算算这笔账。算什么账？算你到底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？我娘生我时难产而死，嫁妆8000两白银，全部归入李家宫中。这是你李万三的起步资金。从我1岁到15岁，每个月宫中拨给我的月钱，名义上是2两，但实际上被这位继母苛刻我每个月到手的只有500文。15年拢计90两。至于供我读书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李腾请的是京城最好的西施先生，一个月束修20两，而我只能在门外偷听。你花在我身上的教育经费是0。综上所述，15年来，你李万三花在我身上的所谓含辛茹苦的养育成本，满打满算不超过150两白银，而我娘留下的8000两嫁妆，就算按大前朝最低的钱庄利息，15年也滚到了2万两以上。李万三，你拿了我亲娘的2万两，却只在我身上花了150两，然后把我扫地出门。现在你来跟我谈养育之恩，你胡说八道！天下哪有儿子跟老子算账的道理？大不孝啊！闭上你的嘴，不然我连你的账一起算。3年前李家修祠堂，宫中出了3000两，其中1000两被你以采上买金丝楠木为由贪墨，实际上用的却是普通的松木刷漆。要不要我把顺天府捕快请来，去祠堂刮层漆验一验？你怎么知道？三叔公，好家伙，这李家全是一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蛆虫啊！就是李公子算得好，这种黑心爹任他做甚？我不活了啊！我不活了！我辛辛苦苦打理后宅，到头来被这小子反咬硬啊！李凡，就算以前爹对你不够关心，但你这条命是我给的，这血缘关系你就是算破天也改变不了。你想要命是吧？铁锤，上道具。好嘞。少爷，全在这里了。这里150两白银，150两，还你15年的粗茶淡饭养育之恩。剩下2万两，是我娘当年的嫁妆本息，
我今天不跟你要，全当买断我身上属于你的那一半劣质基因。李万三，你想要股份，做梦！带着这笔钱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从此以后，天涯陌路。爹，咱们拿钱走吧，有这150两，咱们拿走吧，咱们还能东山再起。对，拿钱走，咱们拿钱走！我呸！刚才还哭着喊着要亲情，看见钱连祖宗都不认了。少爷，就这么给他们150两，太便宜他们了。便宜？你以为我李凡的钱是那么好拿的？铁锤，把大门关上，传令下去，实验室所有人今晚通宵加班。大前朝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。赵福，雪下多大了？大雪下了3天3夜，可是10年不遇的极寒呐！好一场大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哈哈哈哈哈！李坟那个小子，他的报应终于来了。您提前1个月动用皇家冰窖的存银，把京城周边800里范围内的所有木炭厂全包圆了。现在市面上1斤黑炭的价格已经被咱们炒到了10倍以上，红罗炭更是100倍天价，只有达官贵人买得起。李凡那小子的香皂生意确实邪门，而且他那城东10里荒滩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连个挡风的山包都没有。上千个辽民住在破木棚子里，没有木炭取暖，非得活活冻死不可。冻死那太便宜他了，我要让他跪在雪地里求我。走，北窖，带上1车最劣质的黑炭，本老爷要亲自去城东慰问咱们这位大钱首富。少爷，快想想办法吧，大家冻得没法贴香皂了。木炭全被赵老板垄断，1斤卖1两银子。铁锤，进来。少爷，您这炉子可真暖和。可是，咱们就这1个炉子，上千个工人也不能全挤在实验室里取暖啊！取暖？你以为我费了这么大劲建这个1500摄度的反射炉是为了烤火？那您买那么多破沙子，到底在煮什么仙丹啊？这不叫煮仙丹，这叫改变大前朝的材料学革命。少爷小心，别烫着！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铁锤，上冷水，均匀降温，这叫退火工艺，消除内部应力。这是冰，怎么不化？少爷，这是什么神仙宝贝？透明的跟没有一样。这叫玻璃。二氧化硅在高温下与碳酸、碳酸钙发生化学反应，形成的无度电固态混合物。有了它，赵老板的木炭就是一堆垃圾。站住！这里是李氏工厂，闲杂人等不许入内。滚开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连赵老板的轿子也敢拦！铁锤，出去会会财神爷。干爹，您看那些流民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脸都紫了。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哟，两位爷稀客呀！什么风把二位吹到我这烂泥滩来了？臭小子，你就嘴硬吧！本老爷今天来是体恤民情。听说你这工厂连取暖的炭都买不起了，本老爷心善，特意拉了1车炭来卖给你。李凡，听好了，这可是我干爹大发慈悲，一夸炭100两白银。你要是不买，今晚你这上千号流民就等着变成冰棍吧！一筐100两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平时1筐炭才几十文钱，抢哪有垄断木炭赚钱呀？李凡，你现在要是跪下来大喊3声“爷爷，我错了”，
本老爷可以考虑给你打个9折。100两一筐，你就算倒贴我100两，我都嫌这玩意儿污染我的空气。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，不买炭你们就等着冻死！冻死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是谁在挨冻？铁锤，传令下去，全场停工，所有人进水晶宫。是，少爷。是。水晶宫，什么东西？先来看看吧，免费给你们开开眼。这叫玻璃温室大棚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烧炭，里面怎么会这么暖和？妖术，这又是你的妖术！文盲。太阳光中的短波辐射可以轻松穿透玻璃射入室内，使得室内地表温度升高，而地表吸收热量后释放的长波辐射却无法穿透玻璃逃逸出去，这就叫温室效应。在阳光充足的温度可以达到20度以上，比你家那烧炭的地笼还要舒服。你就算不用木炭，你这厂子冬天也没生意，你的香皂卖给谁去？你这温室建的再好，也就是个取暖的棚子，你拿什么赚钱？谁告诉你，温室只是用来取暖的？铁锤，把咱们的绿色黄金给赵老板瞧瞧。这不可能，冬天怎么可能长出绿叶菜？违背天理呀！在我这儿，没有不可能。赵老板，你知道我这一根新鲜的黄瓜能卖多少钱吗？你的木炭一筐100两，那是抢劫，而我这根黄瓜一根10两白银，而且我保证那些达官贵人会捂着银票排队来抢。你这是……我只是在赚钱，而你们只是不小心被我的车轮碾死的蚂蚁而已。滚吧，趁着现在你的炭还能当柴火烧，赶紧回家吧。王大人，您看这红罗炭无烟无味，您府上订个1000斤。李尚书，寒冬漫长，多囤点炭总是好的。连正眼都没醉。来了，本侯爷订的神物终于送来了。这是仙菜，大雪天的，哪里来的仙菜？这是城东李氏工厂的李少爷培育出来的傲雪凌霜菜，本侯爷可是花了1万两白银才抢到了这100斤。诸位大人，今天咱们不吃烤肉了，咱们吃翡翠清炒。1万两，100斤！小侯爷，给老夫留一根黄瓜，老夫出100两。干爹，你怎么了？水，给我水！干爹，您醒了？腾儿，好孩子，你还没走，快去给干爹倒碗水。再去把城东王记药铺的掌柜请来，干爹床底下那块砖下面还藏着最后500两金子。500两金子？腾儿，拿一真的有？去给干爹抓药，剩下的留给你做本钱。抓药？抓什么药啊，干爹？大夫都说了，您这病是绝症，治不好的。这金子要是换了药，那不是打水漂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是你干爹呀！干爹？呸！你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我可是要干大事儿的。你个白眼狼！安心去吧，等我搞出温室大棚，抢了李凡生意，多给您烧纸。王麻子，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二少爷放心，我在温室大棚外围扫过地，那构造我看真真的。快说，他到底是用了什么妖法种出菜的？嗨，
什么妖法呀，全都是糊弄人的。我趁着他们开门搬菜的时候偷看过了，那就是个大木头架子，外面罩着一层透明的水晶板，把热气捂在里面。最关键的是，大棚正中间生着一堆火。生火？对呀，就在地里挖了个大坑，里面烧着煤炭，那火烧得旺啊，把整个大棚烤得跟夏天一样。菜能不长吗？李扒皮就是靠着烧火，硬生生把菜给捂出来的。我就说嘛，什么物理化学，全特都是装神弄鬼。说白了，不就是搭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取暖吗？这有何难？黄麻子，拿着钱去给我招人，就在李凡那破工厂的对面，我也要建大棚。他不是用透明水晶板吗？咱们买不起水晶，就用上好的透光油纸，一样能捂住热气。至于煤炭，木炭被封，就买西山的劣质黑煤，便宜，火还旺。大棚反正要封死，味道呛点怕什么？蔬菜又不会喘气儿啊！去，给我把西山最便宜的黑煤包下来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李凡啊，李凡，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你的底牌这么容易就被我看穿了吧？你卖10两银子一根黄瓜，老子卖5两，我卷死你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！李氏正宗温室蔬菜即将发售，对面的李凡心黑手狠，一根黄瓜卖10两。我李腾心系百姓，同样的温室黄瓜，我只卖1两银子，提前预定，再打8折。1两银子一根，真能种出来？那还有假？黄瓜苗都1尺多高了，再过3天就结果。李二少此言当真？3天后交不出货咋办？交不出货，我10倍赔偿。5000胶卷砸这儿了，还怕种不出黄瓜？好，我订100根，我也订50斤青菜。发财了，李凡，你的商业帝国马上就要被我踩在脚底下了。少爷，李腾那孙子真在对面盖了个棚子，还收了好几千两的定金呢。我看那些贪便宜的商话都快把他的门槛踩破了。让他收，收的越多，死得越惨。你刚才去看了吗？他烧的是什么煤？就普通的黑煤，那玩意儿狗都不烧，一烧起来满院子都是臭鸡蛋味儿，辣眼睛的很。他竟然把10几炉子黑煤全塞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油脂棚子里了。劣质高粱煤，封闭空间，无通风系统，加上大棚内的高湿度。少爷，这会有啥后果？后果，很快你就能亲眼见到了。算算时间，化学反应应该已经进行到最猛烈的阶段了。去，把工厂的保安都叫出来，戴上防毒面具。待会儿对面炸了，别让毒气飘到咱们这边来。好嘞，少爷。李二少，3天到了，快开门发货吧！就等你的菜下锅呢。这个快来了！诸位老板，稍安勿躁。今天就是我李腾打破李凡垄断，重塑京城蔬菜市场的伟大腿好麻袋接菜。我的眼睛有毒气，大家快跑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菜呢？我的黄瓜呢？谁偷了我的菜？李二少，你在找菜啊？当，免费科普时间到。太臭了，2氧化硫超标至少500倍。是你，李凡，一定是你半夜往我的大棚里投毒了！你见不得我好，你毁了我的菜！投毒？我闲得慌吗？李腾，你真以为温室大棚就是搭个棚子生个火那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明明也是这么干的，王麻子亲眼看见的。王麻子是个扫地的，他懂个屁的热力学循环。你买的西山黑煤是典型的高硫煤，这种煤燃烧时不仅会产生一氧化碳，更会产生大量的2氧化硫气体。在我的玻璃大棚里，所有的热源都有独立的排烟管道，直接通向高空。而你呢？你为了保暖，把大棚封得死死的，10几个炉子产生的高浓度2氧化硫全部闷在棚子里，
更致命的是，棚内二化硫遇水直接生成了亚硫酸。你不是在种菜，你是在用高浓度硫酸给你那些可怜的菜苗洗澡，你把它们活活酸死了。用毒水洗澡，难怪那些菜都黑了，原来是被毒死了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在密闭空间里，人不小心吸入了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，轻则呼吸道烧伤，重则当场毙命。李腾，你没被毒死在里面，还得感谢你这油纸棚子糊得不够严实，漏了点风。我不信你在骗我！我的菜还能发财！骗子！李腾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还我们的血汗钱！别打脸！各位老板饶命啊！我的钱全买没了，真的没钱退给你们！哎呀！没钱？没钱就把你送衙门去！大哥救我！我们是亲兄弟啊！你替我还钱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亲兄弟，你逼我签断亲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铁锤，回去告诉保安队，以后这种智商低于平行线的生物，靠近咱们工厂500米内直接放狗。哼，好嘞，少爷。赵老板完了，李家也灭了，京城商界现在是我的天下了。冬天总会过去，等春天来了，大前朝的农业和手工业也该升级了。